人没有水是无法生存的。那在一天当中，你应该喝多少水呢？什么时候喝呢？喝越多越好吗？女性若是常水肿，还可以多喝水吗？睡前可以喝水吗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Dr. Lin。我常常都会关心我的患者，他们一天平均是喝多少水呢？喝什么当饮料呢？一天排几次尿呢？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大大的减缓，也就是说，新陈代谢的废物会出不去，营养会进不来。水是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健康元素，多喝水不如会喝水。大家都觉得喝水是很习以为常的动作，但正确的喝水方式你知道吗？水不是有喝就好，正确的喝水方式能够改善身体机能，避免血液过度浓稠，减少体内发炎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喝得更健康。每天应该喝多少水呢？水虽然对身体是不可或缺，但也不是喝越多越好。每天的饮水量可以用自身的体重乘以30来计算。例如说你的体重假设是50公斤，那你一天呢大概就是至少要摄取1500cc 的水分。但如果是你夏季身体容易流汗、容易流失水分的话，则可以提升到1公斤的体重乘上40cc。每次水应该喝多少呢？建议你一次喝水的时候不要超过100cc， 每次你就小口小口的慢慢喝。那在1个小时之内呢，水不要喝超过1000cc。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运动流汗后，不要一次快速喝下大量水，因为你一次灌入太多的水的话，肾脏就会收到进水太多的讯号，那就会加速你排尿的速度，这样反而会让你喝下的水立刻流失哦。喝水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？我建议大家喝水的时间点呢，有以下4个。第一，起床的时间5点到7点之间。早上起床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之前已经一整夜没有喝水了，那你血液呢就会变得比较浓稠。睡醒时呢，你身体是属于缺水的状态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在起床的时候呢，喝大概300到500cc 的温开水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这时候呢，不但能够补充睡眠时候消耗的水分，更可以促使肠胃开始蠕动，并且能让粪便有足够的湿度跟软度，这样都有助于你的排便正常。而且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呢，刚好也是12经络的大肠经，那有利于环境毒素从肠道排出。第2个时间点，早上9点到11点，午餐前喝水呢，可以增加饱足感。这个时候你适量的喝水，有助于适量的减少午餐的摄取量，避免吃太多。第3个时间点，下午1点到3点，中午饭后1小时后喝1小杯水，可以促进肠胃的消化能力和促进蠕动。第4个时间点，下午3点到5点，这段下午茶的时间呢，难免会有一些饥饿，那也是一天主要喝水的时间。这个时间可以用水来替代零食，增加你的饱腹感，而且会帮助肠道蠕动。这个时间刚好也是12经络的膀胱经，有利于环境毒素从尿液中排出。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。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呢，其实身体是已经缺水了。那养成随时都有一瓶水在旁边，每1小时就补充100到300cc 的水分，这样身体才不会缺水。水喝太多会水肿吗？常常有粉丝会询问，水喝太多是否会造成水肿？不过水肿的成因呢，其实有很多。会水肿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水喝的不够。身体为了留住水分，那大脑的下视丘呢就会分泌抗利尿激素 （antidiuretic hormone）。那这样反而会让水分滞留在身体中，使水肿更为严重。其实这是一个身体避免缺水的保护机制。那其他水肿的原因呢？若是以一般生活形态来看的话，常见的原因像是怀孕、经前症候群、久站久坐或者缺乏运动，导致血循不佳；重口味、含钠量过高、蛋白质摄取过少。那慢性病像是慢性肾病、心衰竭、肝硬化、癌症，处方药物也可能导致水肿。若有出现水肿的话，那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有出现某些状况了。那这个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你吃太咸了，钠摄取量过高，或是女性荷尔蒙失调导致经期来前水肿。总之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出水肿的真正原因，然后对症下药，而不是因为水肿就失去了喝水的意愿，这样子就不对咯。睡前可以喝水吗？睡前喝太多水容易导致隔天水肿，或者是半夜一直起来跑厕所，而导致睡眠中断，影响到你睡眠品质。睡前1小时呢，你应该尽量避免摄取过多的水分。当天晚上也要建议避免喝酒精、茶饮等会利尿的饮料。若你是有睡前的药物要吃，那建议你最好搭配少少的水分，像50到100cc 的水就好了。而且在睡觉之前呢，再去上一次厕所，把尿排光，这样都有助于减少你半夜起来跑厕所的机会。
喝水呢，不只能够解渴，也是帮助身体维持正常机能的重要关键。对于慢性病的患者呢，应该要检视自己是否有水喝太少的问题。但喝水也不是一次喝饱喝满就好，正确的时间喝适量的水，才能够喝得更健康，以免水有喝像没喝一样。那么女性朋友，你发现你水肿的原因是因为荷尔蒙失调，那你也可以参考健康聊心室里面的14部女性荷尔蒙失调影片。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，请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资讯栏哦。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，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健康聊天室，我们下次见。